法罗群岛由18座岛屿组成，其中有17座长期有人居住。在这17座有人居住的岛中，有14座通过道路、桥梁或者隧道彼此连接，而剩下3座则必须依赖渡轮或其他交通工具才能抵达。今天的目的地是 Kelsoy， 便是其中之一。它位于法罗群岛的北部，一个只能通过渡轮到达的小岛。每天往返 Kelsoy 的渡轮的班次非常有限，而且渡轮体积非常的小，目测大约只能容纳10辆左右的小型车辆，因此大多数游客都会选择不开车，搭乘渡轮当天来回。但我更喜欢慢节奏的旅行，不想被时间催促着，于是决定开车过去，并在岛上留宿一晚。因为渡轮的车位有限，要开车前往最好是提前预约。登船等候区分为当地居民、已预约车辆以及无预约车辆3类。登船时也会按照这个顺序依次上船。如果没有预约，很可能在繁忙的时段会被拒绝登船。我这次搭乘的船就至少有2辆车因此被挡在了港口。Kelsoy 岛上只有一条公路，一路向北，尽头就是前往灯塔的徒步起点。登船时天空还阳光明媚，20分钟的航程后，渡轮穿越海峡，天气却忽然变成了阴雨。从港口到徒步起点，要经过连续4条单车道的隧道。如果你有幽闭恐惧症，这里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。Hello, let's pay for the hiking. Thank you very much. Have a good day. See ya. 徒步入口有一栋小屋，需要在里面缴费，看起来像是一家人在经营。他们似乎拥有了整座山，真让人羡慕。其实我自己呢，并不是一个特别爱爬山的人。但是就是有那么很多的风景，你不用走的，就是穷的逼自己去做一些事情，再让自己锻炼一下。这条徒步路线有一定的坡度，尤其是后半段没有明显的小径，还好山上有许多羊群，踩出了错落的足迹，给登山者指引着方向。哎呀，看到灯塔了。大约1个小时的路程并不算长，但一路沿着陡峭的斜面行走，身体的重心会始终倾向一侧，对脚掌的压力极大，很容易感到酸痛。就在眼前，最后一个上坡。幸好途中的天气逐渐放晴，身体的疲惫也仿佛被阳光慢慢的冲淡。
下山时，低垂的阳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每次完成一个徒步，就像在我的人生清单上打了一个勾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像是自己的巨人。这里就是刚刚上来的小镇了。哇，你看看这些山啊，都是奇景啊。当天晚上，我住在一个叫米克拉达鲁的小镇，这是 Kelsoy 岛上最大的聚落。小镇的海边立着一座海豹女的雕像，诉说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，也提醒着这里的人，人性的贪婪总会带来无法弥补的失去。这个夜晚，法罗的风和雨似乎都被按下了暂停键，没有了呼啸的风声，没有了拍岸的浪涛，连海面都变得出奇的平静。这种难得的平静就像是一份礼物，让人忘记了旅途的奔波与外界的嘈杂，让心体会到了一种久违的安宁。有时候，最辽阔的地方，其实就在心里。These walls